烧香拜佛，念经打坐，灵气疗愈，链接高我，这些法门漫天飞舞，让你眼花缭乱。可有几人真正告诉你，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很多人修了一辈子，都在枝叶上打转，穷尽一生，连根都没摸到。他们告诉你，修行是为了死后去往极乐，是为了开悟成仙，是为了获得神通。可如果这一切都不是修行的真正目的呢？今天我想告诉你一个被无数大师和经典复杂化了的天机。修行、修道、修炼，最初也是最终的目的，朴素的让你心惊，也实在的让你心安。这个天机只有寥寥8个字：健康其身，智慧其心。是的，你没有看错，修行修炼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2样东西，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颗充满智慧的心。那么什么是健康？又获得什么智慧？健康，一是身体肉体少生病，不生病；二是心里没有烦恼痛苦。但很多人对健康的理解太浅了，以为体检指标正常就是健康。真正的健康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通透感和生命力，是哪怕身处闹市，内心依旧神闲气定，是即便遇到风浪，情绪也能快速回归平静。反之，心里整日焦虑、怨恨、恐惧，像揣着一块烧红的炭，就算身体暂时没病，那也只是时间问题。心里的病迟早会烧穿肉身这个房子。智慧则是在生活中如何办事成功，避开劫难，找到解决烦恼压力的门路方法，这样我们也就能够平安快乐了。有人会问，这不就是学点人情世故，变得精明圆滑吗？大错特错，世俗的精明世术是小聪明，是让你在一城一池的得失里打转，赢了也只是暂时的。真正的智慧是道，是看透因果棋局的大格局，是能提前洞悉哪条路通往悬崖，哪个选择会引爆深埋的炸药。它不是教你如何去斗，而是让你根本不必入局，进一步的修成元神真我，与宇宙同寿，长生不死，也就不用再轮回了。古代的圣人几乎都是此目的，后来的人为了各自的名利，为了修行还发生了争执。与其如此，还不如不修行呢。这哪里是修行？这分明是披着道袍在名利场里抢地盘，把圣人的智慧当成自家招牌，做的还是流量和信徒的生意，内核早已腐烂。我看谁的方法好，适合自己就学谁的。有什么呢？你说你的好，我看不一定，因为我不喜欢，不适合我的习惯。你说别人的不好，我看不一定，我一看就懂，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一学就会，挺好的。记住，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法门如药，对症的才是良方。一味药方治百病，那是神话。硬要让所有人都吃同一个方子，不是蠢就是坏。
抱着自己的方法就形成一个门派宗派，贬低对方，抬高自己，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名利，不是真正的修行，是盗用圣人的东西，坑骗迷惑别人。身体健康靠养生，注意饮食、休息、居住的环境，还要依靠练功，把纯净的道气引入身体，增强自己灵魂的正气能量。这就像给你的手机换上了一块全新的、电力满格的原装电池，续航能力自然强劲，身体的防御能力、抗病能力就会增强，体内阴阳平衡，气血顺畅，身体不就健康了吗？心理健康靠修心明理，明白了宇宙天道的法则规律，了解知道三界众生的真相，就会心理平衡，凡事想得开，遇到劫难，遇到问题也就能想出相应的方法去解决。不明白真相，不明白天道，你就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如何造成的，不知道如何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更不知道自己的来处与将来的去处。一个人活着，连自己是谁，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都一片模糊，就像一艘没有罗盘的船在大海上漂泊，能不累吗？风往哪吹，它就往哪去，一生都在被动地被命运摆布。不明真相，就会执着于自己的欲望，贪恋人世间短暂的名利，顺着自己的欲望做事。欲望就像高利贷，满足它时有多快乐，偿还它时就有多痛苦。烦恼、痛苦、劫难、压力就时刻伴随，有了一次劫难，还是会祸不单行。如果是一个不明天道的人，他只能在身边劝诫别人，宽心呀，放下呀。这就像告诉一个溺水的人，你放松点，却不教他游泳的法门。叨叨的再多，烦恼压力依旧，身心健康了，还有人欺负我怎么办呢？这就是劫难。先看看是为什么。你不可能无缘无故被一块石头绊倒，所有让你痛苦的人事，都是你过去业力的回响，针对性的一一解决，想办法，这就是修行的目的。遇到了一个事情，遇到了一个劫难，就想办法解决它，自己没有办法就和别人学习，这样自己就会获得一个智慧。劫难越多，智慧也就越多，等到获得了宇宙大智慧，也就没有劫难了，也就平安幸福快乐了。如果有缘分遇到师父指点道法，单道的修炼，练出真我，就又能灵魂长生了。三生有幸，修行修道不等于宗教信仰，更不是盲目崇拜。宗教是给你一个身心灵的归宿，而修行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回家的路。修不修，只有自己的心知道，不是天天挂在嘴上说给别人听的。修行不是目的，只是方法。身心健康，平安长生，幸福快乐是人修行修炼的目的。别的东西再多，没有这行吗？有用吗？知道了目的，再看看自己的语言行为，对自己的修行目的有什么作用？无用的、有害的就不说不做，时刻检查修正自己的言行，
这就叫修行，把自己的心性修正得与道一样，这就叫修道，把虚空状态中的道气引入身体，炼精化气。炼阴转阳的方法就是练功，如何才能做到健康呢？那就注意养生了，就要学会为人处事了，想办法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除此以外的都是无所谓的。既然是多余的，那就可多可少了，那就没有必要贪求了，也就没有必要产生烦恼压力了，更没有必要为了那些东西给自己产生劫难，因为那些东西已经远离了自己的目标。无休止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就是自己成为宇宙之王而不知道满足，同样会有烦恼痛苦的。要平安幸福，就要依靠2个方面，一是不伤害别人，不得罪任何人，不干扰干涉影响别人，不亏欠任何人的谦让不争，这是德行，是给你的人生账户存钱，而不是透支。要学会为人处事，不使别人对自己产生怨气。二是要有功力法力抵抗邪魔坏蛋的伤害，有德无功，是之肥羊。谁都想上来咬一口，有功无德，是头猛虎，人人畏惧，最终也难逃被围猎的命运。不伤害别人，不等于别人就不伤害自己，要有护身的能力，既要有德行，又要有本事护身，这就是性命双修，这样才能够化解自己与3界众生的恩怨。没有恩怨才能够平安。看看圣人，教人忍让、谦虚、善行，助人不争，清心寡欲，不争强好胜，清净、仁义礼智信等等，不就是教人如何平安的方法吗？不能平安健康的事情，非要去做，怪谁呢？别人是恶魔，别人是旁门左道，与自己何干？你修你的，他修他的，谁最终先修成还不一定呢。你又不是别人，怎么知道别人的目的、想法呢？甚至有的运用武器战争，也没有见自己都修成，还不如别人。一边残害圣人，一边又利用圣人的东西去谋私利，这才是恶魔。圣人的教诲、行为准则、戒律等等，都是让人约束自己的语言行为，与人和谐和睦相处的方法，最终还是为了平安健康、幸福的生存。因为这些必须建立在和谐和睦的基础上才行的，停留在这些方法上面，就会失去最终的目标，也不能停留在中间阶段的目标上，因为最初的是方法，中间的既是目标也是方法。行善、献爱心、奉献等等方法是为了与人和谐，和谐的目的是为了平安。有的人就是利用这些虚名去控制奴役别人为自己服务，甚至用这个虚名让自己失去生命的。不要吃亏上当，自己与别人之间的个人恩怨，就直接去找他面对面的和解。这些道理不弄明白，修啊练啊，有什么用呢？有人想有神通，会法术，认为只要神通法力高就能改变命运，甚至改变世界，傻得可笑。神话故事看多了，
同时也是受一些人的虚夸误导造成的。如果真是如此，可以问问他自己怎么样，他的祖师爷怎么样，让他来个现实的，改变一下现在的世界。不用猜，他们都会找出很多理由。既然神通法术改变不了什么，就不是修行修炼的最终目的。有人又扯了，说神通是虚幻的，走火入魔，甚至有人讲宗教讲的是哲学，不相信鬼神，那你还讲什么地狱？有的人干脆就是玩文字游戏，还死抬杠争斗，一边讲地狱，一边讲无神论。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引经据典，高谈阔论，对自己的健康平安有用吗？修炼境界高了，神通法力肯定有，自己修不成，只能说明自己德行不好，不敢承认罢了。但是神通法力不是万能的，不是神话讲的那么神，神通顶多是个辅助作用。不过现在妖通的也很多，是真是假，看他能不能把自己的修炼体会过程讲出来，而不是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玄之又玄，真金不怕火炼，吹嘘大了就是想多卖东西，多要钱。还有人想出阳神，请先考虑好自己的心性如何，阴阳两界能平安吗？你那颗充满贪嗔痴的心，到了临界，就像一块滴着血的肉掉进了狼群，只会引来无穷的麻烦。你修炼出的阳神，不过是给更厉害的妖魔鬼怪准备的点心。神通法术不是目的，身心健康，平安快乐，灵魂长生，所修所练都是围绕着这修行、修道、修炼，不是单单的为了下一世，为了死后的事，那样只会让人盲目的崇拜神灵，祈求保佑，而在现实中作恶多端，更能让一些邪恶之徒钻了空子。记住，能解决将来，就必须能解决现在，现在就是将来的过去。现在作恶多端，坑蒙拐骗，与人结怨，就是在为你的未来埋下地雷。在现实生活中都不能平安健康，只是追求将来有什么用？现在不能够做到健康平安，将来也绝对得不到。道门有句话讲，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身？既要修现在，也要修来世，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修行修道的法门。人的灵魂之所以投胎凡间的目的，就是想利用凡间这个环境，利用肉身修炼成真人，再回到本源之地。而后天食神贪恋人间的东西，脱离了本源之本性，就是罪业。把阳神真我修炼成功，就是食神的功德。阳神修炼成功后，食神继续修行心性，学会为人处事，不惹是不得罪人，学会平安处事的智慧，体会大道的本性，达到阴阳二神心性相通，合一就行了。一是修炼出真我，二是修行心性，学习为人之道，性命双修，不然得化到人间往来一趟，后悔莫及呀。
人的灵魂是有欲望的，是脱离了道之本性的，是无法在宇宙自由行动的。只有心性清净，修成真身，回归本源之道，才是功德。这也是有人的原因，上天造人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要修真的原因。如果不能修成真我，肉身毁坏后，食神只能经过地狱形成鬼身，最终毁灭。灵魂也要经过火狱的煎熬，才能投胎重生做人，继续想办法修行修炼，直到修成正果，回归到本源之界，修成真我，就有了可以在宇宙中四处行动的身子。没有身子，如同人被剥皮而暴露，真身就是道身。修行修炼只能靠自己，凡是阻碍自己修行修炼的行为、思想，都是罪业障。修成真人，回归本源之界，才是真正的功德。外来的有误导阻碍干扰自己修行修炼行为的人，都是邪魔恶魔。由于人的心性脱离了本源道气，得不到本源的修补与滋养，身体也就不健康。一边修行心性，一边练功集聚能量，就会使我们的身体趋于健康。修行与练功结合，就是修炼，在人世间健康平安，死后灵魂长生，不再轮回受罪。这就是咱们要修炼的目的原因。修炼之法早就公开了，几千年就公开了，真相也早有人讲出来了。主要是人的食神贪恋凡间物质、名利、红尘享受，以至于贪婪自私、狂傲无知，反而是修行之人互相指责争斗，结果是保人的人不敢保了，而被得罪的人又出来阻拦，致使越来越多的人无法修成，而地面的阴神越来越多，更扰乱了人间秩序。盲目的崇拜使人更加不明真相，迷茫，找不到方向。人的德行最主要的就是要做到不狂傲，自以为是，不惹事，不得罪人，不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怨气，无欲不争，心性清净。做不到这些就是罪业障。修炼时就有阻碍，就有人阻拦陷害。修正自己的行为心性，使自己的行为心性回归靠近本源，与本源的特性特征一样。这个本源的名字就叫道，所以又叫修道。把自己的心性修正的与道一样，就是与道合一了，也就是回到了自己的本源之地了。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语言行为，修正自己行为的目的就是使自己平安顺利、健康，没有劫难，使别人不对自己产生怨气，没有仇人，没有敌人。修正自己的行为，不是为了与别人争斗，不是给自己带来麻烦，也并不是什么都不干。不要把修行想的是非常高尚的事情，修行不是自己的目标，修行只是一个方法，目标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平安、幸福、顺利。把修行想得非常高尚，什么都不干，是自私懒惰的行为，只会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怨气。真正的修行之人，
对别人的付出应该更多，贡献也应该更多，劳动也应该更积极。什么都不干，付出什么呢？就付出一张嘴吗？由此还会与别人产生纷争，互相诽谤、贬低、攻击，这样做不就产生怨亲债主了吗？修道就是把自己的语言行为、心性修正的与大道一样，修真就是修炼出真我。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人问，我天资平平，根基又差，还有很多坏习惯，能修吗？我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离了人这艘能渡苦海的方舟，一旦落入畜生、恶鬼、地狱这三恶道，祖师称之为化为异类，那就叫永失真心了。到那个时候，你的灵性智慧被彻底蒙蔽，就像一颗被封在万年玄冰里的种子，理论上它还在，但实际上它已经失去了发芽的所有条件。别说闻经听法，就是祖师亲自下来拎着你的耳朵讲法都不起作用了。理上讲，一个蚊子，一个苍蝇，一个猴子，一个狗，体内都有道气，都与宇宙同源，可是他们的自信被障迷得太深，根本无法进行一个积极主动的正修。这就好比理论上，一滴水里也包含了整个大海的信息，但你不能指望靠这一滴水掀起波涛。唯独人，各种因素都已具备，是修道最好的一个种子。除玉鸠本里有个故事，董清奇真人云游时，遇到一个姓吴的老人。真人问他，你为什么不修行？他说，我没根基，又有诸多恶习。你知道那位老修行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说，人参就是根基，你还要什么根基呢？你倘若是个驴，是个狗，是个猫，那才是没根基。你如今人身俱全，就算残了、缺了、聋了、哑了，也是个人身。更何况你根本没聋没哑，没瘸没跛，也没疯没傻，你还要什么根基呢？还犹豫什么呢？等什么呢？这是最好的机会，最好的基础。这段话字字千钧，你的人生就是宇宙给你的一张限量版 VIP 入场券，你拿着这张票，却在门口犹豫要不要进去，还嫌弃票的纸质不够精美，这不可笑吗？倘若这个人生都不能把握，那真的就是如祖师所说，今生错过，大道难遇矣。人生很短很短，但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感觉很长很长？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人生的重点，没有找到一个积极的人生的意义。我们是茫然的，无所适从的，像一艘没有罗盘的船在原地打转，所以才会觉得日子是在熬。可倘若你真正找到了修行的价值，立定一个信心，你会发现时间根本不够用，你生生世世积攒下来的罪孽，你心性上那些看不见的漏洞，多到让你觉得跑步前进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功夫去说闲话，去看那些外在的喧哗呢？而且你千万不要有这种天真的想法，我这辈子不行，还有下辈子，
我告诉你，这叫自寻死路。你以为轮回是游戏存档，这次玩不好，删了重来就行，大错特错。轮回的真相是，每一次重来，难度都会指数级增加。倘若你今生福报不够，落入到一个恶趣里面，那就永永远远没有机会了。就算你运气好一点，功德和福报都大，又投生到了人间，可是喝了孟婆的汤，一切记忆清零，你仍然是愚愚钝钝，从头开始。在一个信息更爆炸、诱惑更多元、人心更浮躁的未来，你怎么能保证你还能像今天这样有机会静下心来闻经听法呢？珍惜人生，珍惜法缘，这是一个已经得道的祖师在天上看着我们这些在泥潭里打滚的凡夫发出的最沉重，甚至带着一丝无奈与绝望的呐喊。所以祖师才会说，倘有见训者回心，闻训者转念，重整纲制，痛改前非。意思就是，以前你不知道，没关系，以前你虚度光阴，浑浑噩噩，也没关系。今天我把这个天机说明白了，把人生难得，正法难遇这个宇宙法则给你讲清楚了，我把通天的大路给你摆明了。如果你能明白这样一个心，那就从现在开始痛改前非。这个痛改前非不是让你去忏悔自己吃了多少肉，喝了多少酒，而是让你把这颗沉迷于物质世界，在欲望的泥潭里打滚的心赶紧正一正，救救你自己。从这个纷乱的信息化世界里把你的灵性救出来，从那些让你焦虑、内耗、永无止境的攀比中把你的灵魂救出来，在欲望的荆棘丛中用智慧劈开一条路，找着你自己，给自己弄出一条坦坦荡荡的人生大路来。当你看清了修行的价值，你就明白了，这才是人生最积极、最主动的事情。相反，大众所迷恋的，所认为积极的，我要奉献，我要创造，我要去拼搏，在道的眼里恰恰是消极的。为什么？因为它就像海滩上堆起来的沙堡，今天你因为堆得高而兴奋，它不长久，明天一个浪头打来，沙堡塌了，你又因此而悲哀，它也不长久。所以南华真人才说，与其欲摇而非结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在得道的人看来，你说古代圣君尧帝好，说暴君下桀坏，有什么区别呢？都是在较真，都是在执着。当你去赞美一个东西，或反对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漩涡之中。与其这样，不如做一个岸上的人，闲看花开花落，静观潮起潮落，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人。把这颗真心救一救，切莫随波逐流。同时，祖师对那些已经入了门，但初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又蒙蔽掉的弟子，话说得更狠，对于普罗大众，祖师是如春风般的温暖，但是对于自己人，是如秋霜一般的严酷无情。祖师说，有志诚者可
可以深入，无溯源者可以速退。还说如有不醒悟者，不除酒色财气，不如还俗归家，然苦为乐，随心所欲，任意所为，岂不乐哉？如何久恋玄门，迷而不醒，造下无边罪孽，果报难逃。这些话千刀万剐一般。为什么这么重？因为普通人自种因，自收果，自己吃饭自己饱，而一个入了道的修行人，吃的是十方供养。我给你打个比喻，你今天吃的这碗米，不是你爸妈给的，而是成百上千个不认识的信众用他们的血汗钱供养的。你欠下的是一笔看不见的能量高利贷。倘若你此时不用功修行，不发心了道，那你背下来的这笔罪孽就生生世世都还不清了。你以为还钱那么容易？你给供养你的张家还了，还有李家你给李家还了，还有王家，他们又有子子孙孙，你还了这一代，下一代利息又翻滚上来了。还不清，只要有1分钱的债主还在，你就入不了道，跳不出轮回。那个时候辛苦就太多了，100世的轮转都还不清，太可怜了。祖师是看到了这个可怕的因果，看到有些弟子正在种下这个万劫不复的恶因，才痛下针砭，给你一个提醒。你能走，愿意走，把自己的初心问一问，找一找，咱就重新来过。倘若你还是不明白，甚至于怀疑、反对，那你听听老人家的话，赶快离开，自种自收，或者做个小本生意，或者种点良田，不至于说欠下这还不清的众生债业。当然也要注意，祖师所说的出家，并非单指剃度为僧道，而是指那些把心问明白的人，明白了人生的根本，明白了万古不变的真道，愿意去走这样一条通天大路的人。他把自己的小家融入了天地这个大家，他把自己的小情小爱化作了对宇宙永恒的探寻。有了这颗大情怀，哪怕你身在红尘，你也是一个真正的出家人。正所谓甘露不润无根草，大道不渡无缘人。听到这里，你心里可能会犯嘀咕，那我到底算不算有缘人呢？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那个根？别急，大道选人，从来不看你的身份、财富或学问，他只看你的心发出的信号。道教认为有4种人与道最有缘，这不是一个硬性的标准，而是你内在道根正在苏醒的4个明确信号。你看看其中有你吗？1. 心怀慈悲之人。有人以为慈悲就是捐点钱，做点好事，我告诉你，那叫行善，不叫慈悲。真正的慈悲是一种深刻的不忍心，是你看到路边的流浪猫会心疼，看到受苦的人会感同身受，是你骨子里透出来的一种柔软，这是你与生俱来的神性在发光。道教劝善书太上感应篇讲，求天仙要立1300善，
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是做任务打卡吗？不是。老子想饵住，一语道破天机。行善，道随之；行恶，害随之也。这句话的本质是同频共振。你必须明白，宇宙的一切都是能量，能量有不同的频率，道的频率是生发、滋养、创造，而你慈悲的频率恰恰与道的频率完全一致。所以当你心怀慈悲时，你就像一台收音机，完美地调到了宇宙的生命频道，大道的能量自然会源源不断地流向你，护佑你。反之，一个人如果心肠刚硬、冷漠自私，他的频率就和杀伐、毁灭、收缩的频率搅在了一起。他调到的是宇宙的乱码频道，吸引来的自然是混乱和灾祸。这不是虚无缥缈的报应，这是能量的物理定律。所以当你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柔软，越来越看不得众生疾苦时，恭喜你，你的道根已经发出了第一只嫩芽。清净无为之人，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以前很喜欢热闹，呼朋引伴，推杯换盏，觉得那是人生的价值。现在却越来越觉得那是一种巨大的能量消耗。你开始渴望独处，享受一个人的宁静。以前觉得名利、头衔、别人的看法很重要，为了往上爬，为了获得认可，可以委屈自己。现在却觉得那些东西就像一副华丽的枷锁，让你身心俱疲。如果你的答案是有，那么恭喜你，你的道根正在破土而出。清净经说得透彻，人心耗尽，而欲牵制。我们每个人的心，它本来的状态就像一杯纯净水，清澈、通透、宁静，但欲望就像有人抓起一把又一把的烂泥，狠狠地扔进了水里，这杯水就浑了。我们每天被名利、功名、情爱这些欲望牵着鼻子走，被妄心、贪求、烦恼搅得身心疲惫，那杯水就永无宁日。修行说的清净，就是那个静止的过程。你不去搅动它，让那些欲望的烂泥慢慢沉淀下去，心自然就静了，神自然就清了。重阳历教15论讲的断酒色财气、贪缘爱念、忧愁思虑，不是要你变成一个无情无欲的木头人，而是让你看清这些东西就是搅浑你那杯水的烂泥。所以当你开始主动远离那些消耗你的酒局、饭局，开始删减手机里无意义的信息流，开始给自己留出独处的时间，这不是你变得孤僻了，而是你内在的真我正在苏醒。他在用一种强烈的渴望呼唤你回家。善待父母之人，这一点是最多修行人搞错，也是最凶险的一步。有人觉得修行就要出离，就要六亲不认，甚至觉得父母唠叨、管束是自己修道的拖累和障碍。我告诉你，这叫砍根修树，自寻死路。
道教的高导说得非常清楚，欲学仙道之长生，必先修人道之孝心。人道未了，仙道难全。你想想，父母是什么？他们是你的来处，是你这棵生命之树的根。一个连自己的根都厌恶，都不去浇灌的人，却妄想枝繁叶茂，接通天地的能量，这不叫痴心妄想吗？百善孝为先，不孝莫入道，无情莫修法。一个人如果连生他养他的父母都不孝顺，他凭什么去善待传他道法的师傅？又凭什么去慈悲天下苍生？那全是假的，是演给别人看的虚伪。所以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必然是一个大孝子。他或许不常陪在父母身边，但他心里永远装着这份恩情。他修行有所成就，第一个想回向的必定是父母。如果你对父母的亏欠感越来越重，总想为他们多做点什么，哪怕只是打个电话，这说明你的天良未泯，你的人道之根基扎得非常稳固。这是修仙道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前提。4. 心存敬畏之人。孔子说，君子有3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什么叫畏？不是害怕的发抖，是你从心底里承认，在这个宇宙中有比你个人意志更宏大、更不容挑战的规律存在。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做，那是极其可怕的。他就像一个不懂电的顽童，赤手空拳去摸高压线，早晚要被电得粉身碎骨。那个看不见、摸不着，但真实不虚的电，就是因果，就是天命。心存敬畏，你才不会昧着良心做事，因为你清楚地知道，举头3尺有神明。你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起的每一个念头，都在宇宙这个巨大的数据库里有记录，分毫不差。心存敬畏，你才会谦卑，才听得进圣人的教诲，而不会自作聪明。心存敬畏，你才会明白人的力量是多么渺小，从而生出依靠大道、顺应自然的心。所以当你开始对天地、对鬼神、对因果、对那些你看不见但冥冥中存在的规律，生出一种敬畏之心时，这说明你的小我开始退位，你那个充满智慧的真我正在登场。这4个信号：慈悲、清净、孝顺、敬畏，就像4盏探路灯，它们在你生命中亮得越多越明，就证明你离大道越近，你就是那个大道排着队都想渡的有缘人。有缘人，如果你看到了这里，内心某个部分被深深击中，如果你感觉到一股力量从脊柱升起，请不要让这个瞬间溜走。这说明你内在沉睡的真我听懂了这场来自大道的呼唤。现在请完成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郑重的能量宣告仪式，在评论区打下这8个字：无心即道，我命由我。
这绝不是一句简单的评论。当你在手机上一字一字地打出它时，你就在用你的意识向整个宇宙下达一个不容置疑的指令。无心即道，我承认，我内在拥有与宇宙同样圆满的智慧与力量。我不再向外乞讨，我命由我。从此刻起，我收回所有散落在外的能量，拿回自己生命的主宰权。我的命运，我自己说了算。当你打下这行字，你就在斩断那些长久以来束缚你的无形枷锁。而当成百上千个觉醒的灵魂在这里共同写下这份宣告时，你将看到，你并非孤军奋战，每一个评论都是一座被点亮的灯塔。我们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不受侵扰的自由能量场。你的宣告会加持他人，他人的宣告亦将成为你的铠甲。来，完成这个开启你新生命版本的仪式。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